Hello， 大家好，这里是金牛百度。曾经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是个自控力极差的人。虽然不停地给自己定目标、立 flag， 甚至偷偷发誓，那真的是怎么赌怎么来。然而并没有，一次次打脸，却还是死性不改。这可能就是典型的不要脸的表现吧。从未见过有如此厚颜无耻之人。所以说，男人的嘴骗人的鬼，这句话很真实。你想，我们连自己都能骗，还有谁不能骗，对吧？我之前无数次要减肥，每天晚上定第二天5点的闹钟，计划去跑步，结果没过几天我就把闹钟扔了，因为没啥用，还影响睡觉。我还要求自己不吃高热量食物，不喝快乐水，结果瘾上来了，谁都拦不住。吃的话会胖，但不吃的话会死，就这种状态。除了减肥，其他很多事都一个样，自控力全在嘴上，跟身体没有半毛钱关系。有没有同款的小伙伴可以弹幕1告诉我。今天咱们就一起聊聊大家的通病自控力的问题。我们经常会把一些问题归咎于自控力差，戒不掉坏习惯自控力差，没办法自律自控力差，找不到对象自控力差。这个不算。其实自控力就是人们对外界诱惑和自身行为习惯的自我控制能力。自控力一书中把自控力细分成3个方面，就是驾驭我要做、我不要和我想要的3种能力。这种能力来自于大脑的前额皮质，它控制着我们去关注什么、想些什么，甚至能影响我们的感觉。比如刷手机打游戏很爽，你想要爽一把，但前额皮质右边的区域会告诉你不能去。没人愿意主动去学习看书，但前额皮质的左侧区域会告诉你你得做。位于前额皮质中间靠下的区域会记录你的目标和欲望，就是你想要什么。这3个能力构成了我们的自控系统。大脑里还有个系统叫冲动系统，就是怎么舒服怎么来。很明显它跟自控系统对着干，所以自控力差的人就是冲动系统占了上风。自控力中将自控力缺失分为4种类型：注意力分散、道德许可的作祟、向明天赊账、光环效应的欺骗。咱们逐个来分析一下，大家也可以对号入座。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经历，去超市买东西，如果是漫无目的的瞎逛，会因为这个打折了，那个买1送1了，买一堆促销商品；而如果是目的明确，有购物清单，就基本不会被促销活动影响。科学家也证实了这一点，让正在背电话号码的学生去拿食物，他们选择巧克力蛋糕不选择水果的概率会比一般学生高50%。因为咱们的大脑不擅长同时专注于2件事情上，当你把清醒和理性给了其中1件事时，在另外1件事的处理过程中，欲望和直觉就会趁虚而入，所以在选择时，冲动系统占了主导地位，向诱惑屈服。就是你觉得自己稍微冲动一下、放纵一下是合情合理的事情，比如减肥瘦了一点，就必须吃个大餐犒劳一下自己；理财收益涨了一点，就必须买个包奖励一下自己。一个阶段性的小目标的实现，很容易让人陷入一种道德许可的自我安慰中，把有悖于目标的行为打上合情合理的标签。而且它最糟糕的并不是这个奇怪的逻辑，而是它让我们相信放弃节食、打破预算这些不良行为都是对自己的款待。这就过分，就是说我们把想做的事儿变成必须做的事儿。当你觉得一件事儿明天也可以做的时候，90%可能会放到明天，剩余的10%明天也不一定做。耶鲁大学的研究人员做了一个实验，让学生们从脱脂酸奶和曲奇饼干中选一个。当学生们知道下周还会有同样的选择时，83.3%的学生选择了曲奇饼干，而如果是一次性选择，只有57%的人选择曲奇饼干。我们要做与自控力挑战有关的决定时，脑海中都会有一种莫名其妙的乐观和自信，就是觉得自己未来会做得更好。但到了明天，大家心里都清楚还是老样子，对吧？消费不需要自控力，所以很多人脑子一热就买了跑步机、划船机之类的。但锻炼身体就需要很强的自控力，90%的运动器材要么是在阳台上晾衣服，要么是在杂货间里度过余生。俺也一样。有点像晕轮效应，就是很多事物的品质和特点，就像有一圈光环笼罩在它上面一样，会误导你对它的认识。比如蔬菜沙拉健康吧，但就是这层健康光环蒙蔽了咱们的双眼。事实上沙拉酱的热量并不低，平均每100克有700大卡，比巧克力和汉堡还要高一点。只要使你放纵的东西和你觉得品德高尚的东西同时出现，就会产生光环效应。比如研究人员发现，出于慈善目的购买巧克力的人会吃更多的巧克力来奖励自己的善行。其他还有很多光环效应的骗局，比如益智游戏并不益智，零卡可乐也不健康。这个问题看上去太宽泛了，不知道如何下手。但如果咱们先了解3点关于自控力的真相，就容易很多。第一，自控力最高的境界是习惯。有一些牛人每天坚持早起跑步，每天固定时间阅读学习，从不吃垃圾食品。咱们可以想一下，你问他们为什么这么自律的时候，他们最平淡也最牛叉的回答是不是这句？因为习惯了。
所以能够长期保持高效自律的是习惯，而不是自控力。他们做这些事情是自然而然、毫不费力的执行下来的，就跟咱们刷牙洗脸一样，这些肯定不需要自控力，对吧？所以最强的自控力就是形成习惯，提高自控力的关键也是培养习惯。第二，自控力是有限的，自控力跟肌肉力量一样是有限的，会逐渐消失，而且每个人的强弱都不一样。控制自己的情绪你会觉得累，强迫自己不玩游戏去学习你也会觉得累，这就是你的自控系统跟冲动系统斗争的过程。双方对战，不管谁胜谁败，都死伤惨重。自控力一书中提到，自控力从早上到晚上会逐渐减弱，当然它也跟酸痛的肌肉一样，会慢慢恢复。每个人自控力强弱不太一样，但不会差太多。学霸牛人也不是天生就自控力强，大家也别用这个当做放纵自己的借口，因为跟肌肉力量一样，自控力可以通过锻炼来加强。第三，影响自控力的因素很多。说这个是想让大家别过分苛责自己，偶尔1-2天松懈下来，不用自怨自艾。影响自控力的因素很多，比如压力。咱们压力大的时候，首先想到的肯定是放松一下，比如睡眠不足，这容易导致注意力分散、情绪管理失常。再比如环境影响，手机放在兜里，一会儿一个消息提醒，总会有1-2次忍不住，它会让我们把自律的标准降低，所以我手机从来都是静音。知道这些就好办了，让自控力成为一种习惯，像锻炼肌肉一样强化自控力，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培养习惯的关键是什么呢？我觉得《掌控习惯》一书里提到的4步模型非常有用。第一步，提示，就好比是触发大脑启动一系列行动的引线，比如1到12点咱们就觉得该吃午饭了。让习惯显而易见有2个方法：一，行动具体化，就是明确自己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要做什么事儿，比如我要在明天6点起床跑步。2，绑定原有习惯，就是把新习惯跟老习惯绑定在一起，比如明天一刷完牙就去跑步，一吃完早饭就去看书。第二步，渴望，就是让你喜欢上新习惯，也有2个方法：一，把它跟自己的爱好绑定，比如你喜欢看书但不喜欢写作，那就绑到一块儿，每天看书的时候摘抄一些文字，就会养成写作的习惯。2，跟有同样习惯的人组队，人是群体性动物，融入群体之后会有归属感，别人的认可也会持续给你动力。第3步，反应，让坏习惯变困难，让好习惯变简单，还是2个方法：一，创造条件，比如去图书馆关掉手机，把书摆在自己面前，接下来除了看别无选择，对吧？2，2分钟法则，当你开始培养一种新习惯时，它所用的时间最好控制在2分钟以内，比如先看2分钟的书，你会继续看下去；先跑到楼下，你会继续跑下去。第4步，奖励，打游戏、刷手机都是因为立等可取的奖励，所以培养习惯也得给自己一点甜头。有个取别针策略，这里我建议用硬币代替，比如每听完1节课就往罐里扔个硬币，这样努力就会变成可见的进步，可以强化行动力。当然也可以用打卡日历、晒朋友圈等等，坚持按照上面4步执行下来，你会发现一些习惯已经不费力气。人们一直觉得大脑的结构是固定不变的，大神天生就是大神，弱鸡再努力还是弱鸡。但是过去10年里，神经学家发现，人脑就像一个求知欲很强的学生，对经验有超乎寻常的反应。你让他学数学，他就越擅长数学；你让他专注，他就越专注。他会根据你的要求重新塑形，就像通过锻炼能增加肌肉一样。自控力提到4个方法可以训练大脑，强化自控力。一、冥想，冥想可以减轻你的压力，指导大脑处理内在的干扰，比如冲动、欲望，还有外在的诱惑，比如声音、画面。研究表明，定期的训练大脑冥想能帮人戒烟、减肥、保持清醒。每天5分钟安静坐好，专注呼吸，会有神奇的效果。2、放慢呼吸，有点像练肺活量，把呼吸频率调整到每分钟4到6次，不要着急。放慢呼吸能激活前额皮质，提高心率变异度，有助于你的身心从压力状态调整到自控力状态。这样训练几分钟之后，你就会感到平静、有控制感，能够克制欲望。所以下次你再想刷短视频的时候，就给自己2分钟时间放慢呼吸。3、绿色锻炼。不喜欢锻炼的小伙伴先别急眼啊，不是真正让你去跑5公里，就是走到室外，去河边、去公园走上5分钟，遛狗也可以。5分钟的绿色锻炼就能减缓压力，改善心情，提高注意力，增强自控力。4、睡觉，没错，就是睡觉。这个是针对长期睡眠不足的人来说的。如果你每天能赖床8个小时以上，就当我没说。良好的睡眠能够帮助大脑恢复到最佳状态，而且连续几天的好睡眠能够帮你储存能量，应对冲动系统。没条件的话，可以找个机会补个觉，打个盹儿。即便你是个自控力极差的人，这套结合了自控力和掌控习惯的方法也一定会有效果。因为我之前就是这种人，干啥不行，懒散第1名。通过这些方法才成功自救，慢慢变得自律。所以是本 UP 亲测过的，大家放心使用。最后啰嗦2句啊，这期视频有点长，不过我觉得干货还是挺多的。坚持看到这儿的帖子无疑，所以不如顺手一键3连。谢谢大家。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儿了，感谢您耐心观看。如果您喜欢星河的内容，还望订阅关注，分享给更多的朋友。
一个人能走多远，要看他与谁同行。关注星河百度，咱们每周聊点有温度的成长内容。下期视频不见不散。前几天朋友发来他手机屏幕的使用时间，平均每天都在7个小时以上，而且95%的时间都用在短视频、社交媒体和新闻资讯。看完我本想嘲笑他一番，结果打开自己的手机一看，也没好到哪儿去，每天都在5个小时左右。怪不得时间不够用，原来都耗在这上面了。更奇怪的是，自己一点都没有察觉到。周末往沙发上一躺，插上电源，动动手指，一上午就这么过去了。而且不仅不会觉得空虚，竟然还有些充实感。有没有同款的小伙伴弹幕告诉我。其实在我们沉迷于刷屏的时候，我们察觉不到的不只是时间的流逝，还有大脑的一些微妙变化。今天咱们就聊聊这个话题。假设你在等公车，手机没电了，你可能会无聊的数站牌上的各个站点，又或者你去厕所，手机忘带了，你没准会拿着沐浴露瓶子看使用说明来打发时间。这些时候你会发现，真的是度秒如年，浑身不自在。这也就说明了，我们越来越依赖手机，几乎已经到了成瘾的地步。一般我们认为，能够让人成瘾的只有毒品、酒精这些极端的东西。刷手机、打游戏，充其量就是打发时间，不存在成瘾性。但研究表明，这些行为成瘾下的大脑模式跟吸毒、酗酒是一样的，它们都符合这样一个过程。第一个阶段，快乐。当你沉浸在屏幕更新中，密集的双电不断刺激着大脑的快感中枢，接着它开始释放多巴胺，给你带来强烈的愉悦感。第二个阶段，学习。有了第一次，快感中枢会提醒大脑中负责学习记忆的回路，让它记住什么东西或者行为能带来快感，下一次该如何获取。第三个阶段，期待。多巴胺有个特性，凡是让你感觉很爽的东西，它都会促使你再次得到，所以它也被称为欲望分子。这样一来，你会对让你兴奋的东西更加敏感。就像上面提到的，等公车、上厕所都会成为触发器，让你不自觉地掏出手机。第四个阶段，渴望。到这一步你会发现，即便刷手机没法像最初那样给你带来新鲜感和愉悦感，但你就是停不下来，因为你的多巴胺耐受性已经被提高了。当刺激消失时，多巴胺处于被抑制的状态，这种落差感会很难受。所以我们看那些瘾君子、酗酒者戒不掉，不是享受那个快感，而是难以忍受痛苦。手机自然没有这个魔力，但手机背后的软件开发者，他们的目的就是让我们越来越依赖手机。他们会通过大量的数据，给每一位用户进行精准画像、相貌、身材、兴趣爱好、浏览轨迹，我们就像裸奔一样被他们实时监控着。这就是为什么刚看完球赛就能收到球鞋广告的推送，刚想减肥就能看到小姐姐健身的视频。手机比我们肚子里的蛔虫还要懂我们，一来我们会对他们产生强烈的依赖感，二来我们也变成了开发者牟利的商品。所以网飞纪录片《监视资本主义智能陷阱》中有一句话，只有2个行业把他们的客户称为使用者，毒品和软件。现在想想真的很值得细品。读完《战争与和平》需要多久呢？看书的话可能需要1个星期，但如果你在网上搜相关视频，10分钟就能看完。还嫌慢的话，你还能 1.5 倍速观看，只需要6分40秒。密西根大学医学院的病理学家弗里德曼说自己再也读不了《战争与和平》了，他已经丧失了通读长篇的能力，甚至连3-4段的博文都觉得内容太多，很难聚精会神地读下来。很显然，我们的阅读习惯在互联网的影响下，从深阅读变成了浅浏览。看书的时候，我们的大脑会跟着连贯的文字进行线性思考，再加上书籍的文字功底一般比较深厚，我们很容易沉浸其中，就是心理学家米哈里所说的心流的状态，全情投入，物我两忘，不知不觉就看了一上午。这种阅读方式被称为线性阅读。但在浏览网页的时候就不一样了，内容、广告、导航栏、超链接都集中在一个6英寸左右的屏幕里，再加上时不时弹出的微信消息、短信提醒，它们每一个存在的目的都是要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抢夺我们的注意力。毕竟跟停留时间比起来，点击量对开发者来说更重要。跟在一个页面停留了10分钟的用户比起来，他们更喜欢同样时间点开了10个页面的用户，所以他们不在乎你是否获取了有价值的信息，他们更关心你的浏览数据能卖多少钱。短视频也是一样，最初的15秒时长限定，很大程度上考虑了现代人越来越稀缺的注意力。一项研究表明，人们的专注时长从2000年的12秒降低到了8秒，所以即便是15秒的短视频，不感兴趣的话，我们也很可能看不完一半就划掉了。这种非线性的阅读方式完全是碎片化的，一方面是人们应对信息过载的无奈之举，另一方面也是大脑神经系统悄然变化的直接证据。浅薄这本书有一句话，
互联网吸引我们的注意力，只是为了分散我们的注意力。你天天去健身房，就会发现自己的腹肌变多了，身材变好了。大脑也是一样，当然了，额头上练不出6块腹肌，但大脑的结构和运行都会为了应对各种行为习惯而改变。也就是说，大脑拥有极强的可塑性。刻意练习里有个例子，伦敦的路很奇葩，几乎都能让导航系统陷入瘫痪，但伦敦的出租车司机还是可以凭借人脑导航带你去任何地方。神经系统科学家观察了他们的大脑跟普通人大脑的区别，结果发现出租车司机的海马体后部比普通人大一些，而海马体恰好跟记忆有关。常年的空间记忆就像训练一样，不停地刺激海马体，强化了其中的神经连接，让其逐渐膨胀。现在我们来看看内容的呈现从书面到互联网是如何塑造大脑的。2009年，美国华盛顿大学的研究人员用扫描仪分析了人们在看书时大脑的反应。他们发现，读者会把文字所描述的情节在大脑中模拟一遍，也就是把抽象的文字变成具象化的场景。另外，读者也会把自己的现实经历跟书里的相关内容结合起来，把自己带入进去，以便更好的吸收，可以说是沉浸式的阅读体验。在这个过程中，大脑的视觉皮层需要在几毫秒内快速识别文字，并转化成便于理解和存储的视觉图像。随着阅读量的增加，大脑也会越来越擅长解析文本，所以看得越多就能看得越快，也越容易理解深度的内容。到了互联网时期，内容变成了立等可取的快餐，滑动鼠标、触摸屏幕、消息提醒，互联网调动了更多感官的参与，让我们的视觉、听觉、触觉都参与其中。为了应对持续稳定的刺激输入流，大脑会建立一个灵敏的响应系统，这样一来，深度阅读的能力就会弱化了。我们看到满屏的文字和毫不相干的广告，很可能没有耐心看完，所以就有了图片、视频的形式。这样一来，大脑就不用再解析文字了，而是被动的接收图像，就像一个简单的信号处理器，看见什么就接收什么，没法做出复杂的信息处理。所以有时候我们看完一个视频，在转述时，感觉内容都在大脑里，但就是很难完整的表达出来。就是因为复述文字内容时，大脑直接调用了当初加工文字信息的记录，而复述视频时，大脑要把图像转换成文字，显然难得多。这一点手机是做不到的。传播学领域的天花板麦克卢汉提到，媒体不仅仅是信息通道，媒体提供思考的素材，同时他们也在影响思考的过程。而如果过度依赖媒体，人们或许会失去思考的能力。当然，咱不是罗列手机互联网的罪状，而是通过客观事实阐述其对大脑的一些影响。我们也完全可以合理利用手机，传递信息、打发时间、获取一些碎片化知识，但最好不要沉迷于此。毕竟分散些注意力，消耗点时间倒也不算什么，但大脑不好使了就真的麻烦了，对吧？
有22万人在他们忍不住剁手的时候，都会去豆瓣的一个小组，让别的组员帮忙劝退。比如冬天太冷，想买台跑步机在家跑步，需求合理吗？为了考研要不要买 iPad？ 要不要买个 Kindle 看漫画等等。经过组员一番讨论，劝退成功的单品加入已劝退区，供其他组员参考。我似乎又找到了一个省钱的好方法。这个小组叫不要买消费主义逆行者，创建于2020年10月底，到现在已经有22万组员了。小组内讨论服饰、美妆、数码等各类消费品要不要买，也有一些组员分享不要买的清单和技巧，目的就是为了让大家不盲目跟风，不被消费主义裹挟，做消费主义市场的逆行者。今天我们就聊聊如何吊打高配思维和超前消费，心安理得的做一个消费主义逆行者。其实很多消费品，咱们在犹豫要不要买的时候，内心十有八九已经倾向于不要买。但一方面是商家对商品卖点的鼓吹，另一方面是借贷公司对消费欲望的刺激。很多人最终还是把持不住，乖乖掏钱。而且你会发现，让你掏钱的和借你钱的都是那一拨人。合着我们苦逼打工人加班爆肝挣来的钱，还没暖热又被他们收回口袋。而且大佬们还通过借贷和分期的方法，提前透支了我们将来挣的钱。你说他们多损呢？从巨头到中小企业，互联网公司扎堆搞金融，你就能发现借贷有多赚钱，或者说大佬们有多想赚韭菜们的钱。虽然韭菜钱不多，但挡不住韭菜多啊。2020年上半年，蚂蚁集团微贷科技业务营收为285亿元，同期京东金条和白条收入共计44.3亿元。除了巨头，还有无数的小额贷款公司。央视的数据显示，截止2020年6月底，全国共有7333家小额贷款公司，贷款余额达8841亿元。一张身份证，一个手机号，咱们借钱的门槛有多低，大佬们赚钱的欲望就有多高。但企业家不是慈善家，出来混迟早要还，表面的一片美好掩盖不住背后的一地鸡毛。2019年第3季度，根据央行公布的数据来看，信用卡的发卡数量达到了7.34亿张，授信总额达到了16.99万亿元，而信用卡逾期半年以上未偿还的金额达到了916亿元。占授信总额的 0.54%， 也就是每200个人就有1个人拖了半年还不上，这个比例不算低了。而在一些人为超前消费买单或者无法买单的时候，在全世界范围内也有许多人开始了这样一项挑战，他们制定7天到1年时间不等的不消费任务，体验不花钱的生活。这项挑战源于《不消费的1年》这本书，作者凯特·弗兰德斯坚持1年不消费之后，攒下50万元，减重13公斤，并找回了快乐的自己。在29岁之前，作者凯特从不觉得自己花掉超过90%的收入有问题，但有一天，他教训自己的妹妹乱花钱，才发现几乎月光的自己也没有好到哪儿去。于是，在29岁生日那天，他决定开始为期1年的不消费任务。这里的不消费不是说什么都不买啊，而是生活必需品之外的东西坚决不买。另外，整理自己现有的物品，只保留必不可少的，其余的断舍离，以此来改变自己的思维和习惯，体验不一样的人生。说到消费主义逆行者，不得不提极简主义的作者乔舒雅。这位掌管着150多家店铺，拿着6位数年薪的高富帅，却坚决扔掉自己90%的东西，过着极简生活。他也发起了一项30天极简主义游戏的挑战，就是要在30天内每天扔一些没用的东西，第1天1件，第2天2件，第3天3件，以此类推，最后1天足足扔掉30件杂物。虽然30天要扔掉465件东西，但这项挑战依然吸引了一大批参与者，他们纷纷表示刚开始还有点舍不得，但越扔越爽，最后觉得自己灵魂的重量都减轻了。当然这里并不是怂恿大家去参加挑战，我找来找去也找不出这么多可以扔的东西，但没关系，只是想告诉大家，在消费主义的环境下，还是有很多人保持着理性审慎的消费方式，他们不随波逐流，有清晰的消费观和价值观，跟很多用物质包装自己的人比起来，确实是一股清流。之前聊消费降级、极简主义的时候，很多小伙伴也私信我说自己在行动的时候总是坚持不了几天就以失败告终。根据说到的问题和我自己的感受，我揪出了3个逆行之路的绊脚石，今天咱们也扒一扒。1、攀比心理。有个很有意思的说法，一个人他没有车没关系，但他的邻居隔壁老王买了车，那就有关系了，他又开始觉得自己缺个车。攀比心理是人性的弱点之一，心理学家费斯汀格有一个非常著名的理论，社会比较。人们借助社会比较进行自我评价，确认自己的属性定位，这个过程隐含着被肯定的情感需求，但越是向上的比较，你的自我评价就会越低。2、商家诱惑。
广告无处不在已经习以为常了，3分钟的视频都能打上1分半的广告。而且大家有没有发现，除了消费品广告，现在的借贷广告也是铺天盖地，传递的价值观更是奇葩无比，仿佛借钱才能生活，我不借钱都不会活着。这是什么逻辑？富人借钱是商业贷款，用来投资赚更多的钱。你这广告鼓吹的都是消费贷款，普通人只会越借越穷，居心不良啊。3. 消费欲望，人都是有消费欲望的。研究表明，购物可以刺激多巴胺的分泌，从而让人产生快感。另外，美国密西根大学的营销学助理教授斯科特里克发现，零售疗法的概念真实存在，意思是人们可以通过购物来自我调节、释放压力、缓解负面情绪，不过这个成本是真的高。如果受困于上面3个原因，在买与不买之间来回拉扯，最终还是会固态复萌。就好比我如果一直纠结省钱会不会太苦了，别人会不会看不起我，过不了几天我就会放纵自己报复性消费。实际上这是进入了一种误区，逆行并不是省钱过苦日子，而是去除干扰，过自己喜欢的有品质的日子。极简也不是拒绝买，而是买优质的最适合自己的，降的是价格不是品质，显的是冗余不是必须，是把我们的注意力从纷乱复杂的价值符号上转移到人生中更重要的地方上，比如极简主义所说的健康、人际关系、热情、成长、奉献。对于别人的看法，我是这么想的，即便我超前消费是本质上提高了生活水平，还是表面上满足了自己的虚荣心，很明显虚荣心是满足了，但常常的信用卡账单无疑是降低了生活质量，而且提升了焦虑感。前不久，北大数学天才韦东奕在网络上引发热议。这位被保送的北大助理教授，白水配馒头，一身质朴，刷新了广大网友的认知，这才是应该被更多人认识和关注的网红吧。有学者指出，文化比收入更能体现阶层的差异。我们对社交、尊严、自我实现的需求，归根结底都是对阶层文化的需求，这或许比收入水平、消费能力更为重要。当你思想转变了，就成功了一半，如何行动自然顺势而来。除了开头提到的不要买消费主义逆行者小组，还有一些神仙小组都可以帮我们理性消费、精简人生。1. 今天你消费降级了吗？小组，这个之前咱们也提到过，目前25.9万组员，讨论消费降级的原因以及哪些东西可以被消费降级。2. 抠门女性联合会小组，目前53万组员，专供女性朋友们交流抠门心得，同时谴责挥霍浪费的同性和异性伴侣。3. 丧心病俗攒钱小组，目前18万组员，旨在为我们非富人群体提供清爽、纯粹的攒钱交流环境，坚决抵制炫富凡尔赛。当然还有很多类似的小组，自己如果想剁手了，就到这几个小组转一圈，手铁定能保住。另外，凭我对这几个小组的观察，总结了一个不成熟的结论：对于非必需品，能不要就不要，我们要思考自己的真正需求；对于必需品，宁少勿多，我们要思考物质的本质作用。当然，这里的必须与非必须需要根据自己的情况来定。比如你每天都有看书的习惯，那书对你来说就是必须的。总之，要通过自身需求来主导消费行为，而不是受那些品牌广告的影响。通过这些方法，我从一个超前消费者逐渐转变为徘徊者，再到现在坚定的逆行者，回归消费本质，省钱省时，何乐而不为呢？日本学者三浦展在《第4消费时代》中写道，人们追求的是能让人生和时间充实的消费，而不是耗费人生和时间的消费。对于人们来说，最大的问题就是如何度过人生，无论是浪费人生，以筋疲力尽、毫无成果的方式告终，还是度过充实的时间，带着满足感告终。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儿了，感谢您耐心观看。如果您喜欢星河的内容，还望爱心3连，分享给更多的朋友。一个人能走多远，要看他与谁同行。关注星河百度，10万小伙伴陪你一起成长。下期成长干货，我们不见不散。夜深人静，意兴阑珊。虽然那些羞涩网站对于老司机的你也失去诱惑，但为了排解一整天的疲惫和压力，你还是忍不住在浏览器的无痕窗口中输入了已熟记于心的网址。当红绿闪烁的画面铺满视野，你的大脑又开始释放多巴胺，给你带来身体和心理上的双重慰藉。从血脉喷张的第一次到阅片无数的老司机，你忘了自己删过多少次几十 G 的学习资料又重新下载回来，也忘了发过多少次誓要抛弃那几位老师，却总是旧情复燃。随着时间的推移，你开始觉得兴趣索然了，精力不振了，身体不如从前了。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星河百度。今天咱们聊聊经常看羞涩片，大脑会发生哪些微妙的变化。还是从第一次说起。据统计，全球男性首次浏览羞涩片的平均年龄为10岁，而这个年纪刚好是第一性征发育的时间。在这之前，男孩对异性基本不感兴趣。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小时候看《西游记》时，面对这么多美女妖精，却只想让那个抓耳挠腮的猴子一棒子打死。但这个局面在接受第一次生理教育时彻底改变。未经人事的你哪经得住这种场面？不可描述的图像猛烈刺激着大脑，
什么动画片、西游记全都抛之脑后了。这个时候大脑只忙于一件事儿，释放多巴胺。多巴胺传递的信号激活了奖赏通路，给你带来愉悦和兴奋的感觉。有快感就有欲望，也就有成瘾的可能性。不过这个机制并不是进化的败笔，相反，它是为了人类的生存和基因的延续。比如吃东西、性行为都能刺激多巴胺的释放。它的逻辑是先让你尝到甜头，给你奖赏，你才有动力去找吃的避免饿死，去找对象传宗接代。此时大脑里的多巴胺呈爆发式增长，你不知道为什么心跳加速、头脑沸腾、身体燥热，但这种快感你一定能感受到是前所未有的。就这样，青春期的懵懂在新奇的画面中变成了真实的欲望。虽然可能仅仅几分钟就结束了第一课，但这种体验已经深深地刻在脑海里。奖赏系统一旦发现了有潜在价值的东西后，就会分泌多巴胺，给大脑中负责学习记忆的回路发送提醒的信号，让他们记住什么东西或者行为能带来快感，下一次该如何获取。这种高强度的刺激是你从其他行为中难以获得的。虽说吃东西、打游戏也能刺激大脑，但都没有羞涩片来得那么强烈。性是自然界能给予人类快感度最高的行为。于是你开始时不时回忆和脑补，找机会体验第二次、第三次，欲望也就形成了。所以多巴胺也被称为欲望分子。而且你会发现自己开始对某些信号特别敏感，比如看到性感图片、听朋友讲荤段子，或者是独处一室，它们像是触发器，一旦触碰就激活了大脑的欲望回路，让你产生想要看片的强烈渴望。这是因为大脑发生了免化反应，脑神经有很强的可塑性，几次刺激后，欲望回路神经细胞间的联系加强，更容易被触发。所以跟刺激相关的信息，别人看了可能内心平静毫无波澜，但你看了没准会躁动不安。随着观看的次数越来越多，下载的学习资料越来越大，慢慢的你发现看片带来的快感好像没有以前那么强烈了。这是因为奖赏预测误差的减少，能够刺激多巴胺的并不是奖赏，而是奖赏预测误差，就是说实际的奖励要超出我们的预期才行。所以多巴胺还有个名字叫预期分子。比如你家楼下新开了一家面包店，你会想进去尝尝味道如何，这种感觉来自于对陌生事物的预期，就是多巴胺作用的结果。你觉得好吃，于是每天都来光顾，但时间一长，你发现味道也就一般。其实面包的味道没有变，变的是你的预期。看片也是一样，看得多了，那些重复的画面跟你的预期基本一致，甚至还达不到预期，也就觉得索然无味了。另外，在这个过程中，你的大脑还出现了脱敏反应，也就是耐受性提高了。有一项研究调查了64名健康的男性，他们每周看片0到19.5个小时不等，